这里是神户的乡下，我今天来这里找一个那个精米的机器，因为米价比较贵，我朋友之前去乡下买了2大袋那个糙米，然后他送了我1袋，我现在拿过来精米，就是这个机器。在神户乡下去买农村的那个糙米是要比精米便宜的，所以很多人是直接去买那个农家的糙米，然后拿过来这里精米，就这个机器。我还是第一次用这个机器，看看它是怎么用。这个是我的糙米，很重的1袋。然后这个上面是你需要付多少钱，这个是按重量算的。最右边的这个是无洗米，就是给你处理干净的米。上白就是磨得更多一点的白米，就是营养会差一点，但是口感更好。然后旁边这个是微调的，然后这个是投币的。然后现在我先往里面投币，就投100就可以了。好，它这个灯开始闪了，我现在把米给倒进去，这里面装的就是我带过来的糙米。你看农家的糙米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，倒在这个里面去。选这个上白的口感要好一点，再把这个袋子挂在这个机器的2边，米就出来了，还挺快，1分钟都不到。最后再脚踩这个，它的米就会下来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精的米，这是刚刚精完的米，闻起来超级香，有很香的米香，哇，好香的大米的一股香味。外面来了一只鸽子，它是听到这个机器响，它就想进来蹭这个米吃。给它把掉在地上的这些米给扫一扫，泼在外面给它吃吧，不然它一会儿关进去了。进了米之后，现在去找个地方吃饭。这里离车站附近很近，到车站附近去找个店吃点东西。来看看我们乡下地方的小院子。经常有人看我的视频就说：“你这个地方它是乡下吗？”它就是乡下。今天就是给你们证明了，你城市旁边的药妆店它有精米的机器吗？没有吧，是吧？你看左边的这个小院，一看就是老建筑，它这个上楼梯的方式，而且它也没有停车位。如果是最近几10年修的新房子，它一般是有停车位的，就像是这个，或者是像前面这种在房子旁边有一个停车位。只有最近30-40年修的房子，它才会去考虑那个停车位的问题。所以有一些太老的那个社区，它就有一些集中的停车位，就是给出租的，就是专门租给那些老房子的一个停车场。这个车站我是经常来这里坐车，然后在这个旁边买一个那个烤串，就是这家是卖烧鸟的，其实就是烤鸡肉串、烤鸡皮串这些。他家烤的那个肉串比较大，其实价格还是很实惠的，我经常来吃。他家也卖章鱼烧，但是今天我就不吃他家的章鱼烧了，买几串这个烤串到店里去吃。他家其实1串是蛮大的，就是其实还是蛮实惠的。就坐这里面吧。那我就走。他就有这个自制的梅子酒，很好喝，就也要来一杯。等了没一会儿，烤串就上了。其实烤的是有这种焦焦的，是1串鸡肉串、1串鸡肝，还有一个鸡皮，还点了1份这个炸鸡。这是他家自制的这个梅子酒，很好喝，是很推荐的。这个烤的是鸡肝，这个鸡肝是我最喜欢吃的，因为它烤的很入味。把这个柠檬浇到那个炸鸡上面，你看它这个鸡皮串，它这个和外面买的不一样，它是自己串的。这个是烤鸡皮，他家这个烤鸡皮很肥，但是外面一层是焦的，就是不腻。反倒是这个烤鸡肝，我觉得没什么味，加点那个五香粉。我早上是10点多钟才吃，其实现在也不是很饿，就是简单的吃一点。这就是我们这里车站旁边的一家小店，其实做的还不错，所以经常来吃，味道还可以。走了，拜拜。他那个梅子酒劲好大呀！我现在喝的有点醉了，我去买一瓶水。买一瓶水，再买一个饭团。就在这个烧鸟店旁边的这个便利店。其实我刚才是想吃这个王酱的，但是我朋友他不想吃。我现在去逛一下，就我朋友没有来过我们这里，然后今天的天气很好，就带他去我们这里转一转。从这里往前面走有一片樱花林，也带他去看一下。这边的房子就是都是很大的，就是每家都有院子的，但是价格很便宜，你可以尽量的往低了猜。今天其实只是天晴了一半，就是一半是晴天，一半是阴天。 这片社区它是一个新老混住的，它就不算是老社区，
但是也有老房子，新房子也有很多。你看它这两个就是新盖的，现在新盖的一户建院子里面都是用水泥给封住的，因为慢慢的年轻人都不怎么喜欢打理院子，就我家的那个院子有时候也长得跟原始森林一样，而且我还是属于时不时整理一下院子，就有些人他是根本就不管。而且新的一户建现在很少去修那个院墙，一般都是屋子前面有2个停车位，然后后面就直接是房子了。就是新的一户建留很大的一个庭院是比较少的。你看它这种用石头垒起院墙的这种，一般就是老的那个一户建，就是老的，它带了一个庭院的。这个也是，你看这个也是，它的那个院子里面种了很多的树，但是这种它就不好打理，就是一到春天它就会长得跟原始森林一样。铺草皮也没用，铺草皮的话，它那个杂草会从草皮里面长出来。平时是没有时间去打理院子的，你只能在周末的时候，但是周末你又会想去玩，你只要有1个星期没去整理，它那个院子长杂草长得很厉害。相街角这个房子你们选的话，你们会喜欢哪一个？来投票来，打在公屏上。左边的这一排都是偏小一点的房子的，其实有人可能觉得这也不小，但是这个在乡下的就算是小的了。其实还有比这更小的，但是就比较少一点。像这种就是有开发商把那个以前的老房子给拆了，然后盖的新的，可能2套大的，然后他盖了4套小的。他们把那个大的地块分成了小地块，这种是比较常见的。但是其实说实话，就是还是像这种老一点的房子带个院子的更好看，因为建筑遮蔽率是60%。像以前一块比较大的地，它就会留一个院子出来。但是你把它分割小了之后，它前面的2个停车位就已经占据了40%，这样它就不需要再空一块地出来盖院子了，所以它这个房子就间隔很挤。但是总的来说，肯定是带个院子更好看嘛，就是谁也不会喜欢这种，是吧？像这种就是90年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房价比较贵，然后他们买不起，他们就会把那个地块切割成比较小的，然后拿来出售。但是后面便宜了，它又不一样了，就后面便宜了之后，它那个房子又要求大一点的，它小一点的又没有人买了。我估计它这个就是2000年以后建的，也比较大了。然后这一片它是一个新区，就这一片它以前它这里是有一个公寓的，然后现在把那个公寓给推了，然后盖房子了。就这一片它全都是新的，就全都是新盖的。这还有2块地是空着的，就是可能后面卖出去了之后也会来盖房子。前面这几个都是已经盖好了。这边盖房子它是有定制和成品的，定制的也是根据你的想法来重新设计一套。成品的意思就是这个房子本来它就有一个固定的外形，样式是基本固定的，就是你只能做一点小的改动。有很多房子和隔壁的外形看起来是差不多的，它其实就是这种。像这种它就便宜很多，因为它那个建筑材料是批量生产的，是现成的，而且一般来说质量是比不上定制的。因为定制的房子你自己可以选更好的材料嘛，就是这个是你自己选的。你选高档材料呢，你花的钱就更多一点。你看右边的这2个，它的外形几乎是差不多的，它这个就属于是成品的。你可以略微有一点小的改动，就是这里原本是有一个窗户的，然后你现在想把这里改个阳台，这个是可以的，但是大的造型它是不变的。然后后面的这个呢，你一看就是定制的，它这种就分得很明显。你看它刚才拆的那一块，之前就是这种小公寓，然后整个扒掉了，然后盖一户建了。因为住的人没有那么多了，你没有那么多人住，你盖那个公寓它是浪费，它最后空着。慢慢的，像这种小公寓全都要拆掉，就是像右边的这种小公寓，它全都要盖成左边的这种一户建。其实成品的这种房子，它也不是说结构上面要差很多，它的防火和抗震的性能肯定都是足够的。可能有人不懂啊，就是木造的房子它也防火嘛，它这个是有严格的执行标准的，就是60分钟之内板材不能够燃烧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一个房间里面靠着墙的沙发着火了，60分钟以内这面墙能够保证完整，不能够烧到隔壁去，需要留给你足够的时间去扑灭火苗。所以我们这里家家户户社区里面都会送一个那个灭火器，这个也是定制的。你看他家里应该还有一个壁炉，那个烟筒就是壁炉。这边远景是很开阔的，一旦晴天的时候，从家里的窗户看过去就是这种，心情都会好不少。所以就是我为什么住在乡下的一个原因。你看它这种修的怪模怪样的房子，它那个窗户都很小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吧？因为窗户小它便宜，就是窗户它是很贵的。现在新盖的房子，它那个窗户和门是越来越贵了，不过它那个保温的性能也更好一点。老房子不保温，其实就是窗户不保温，它和墙壁之间它都是有那个保温材料的。你看它这种就很明显，你看它开一个特别小的窗户，
有人就说这个是注重隐私，其实这个不是，这个和隐私没有毛的关系，这个就是节约钱。它这种玻璃都是双层真空的或者是3层真空的，所以它那个价格会比较贵。我很喜欢这条街，就是你们可以从这里往下面看，我经常从这里走下去。像正常就是路上是不允许这样停车的，但是这2个老爷子他是太保，就是那种玩机车的，你们懂吧？就是后面插一个旗子，上面写着天下无敌。他们已经是属于年纪大了，然后不出去玩这些了，但是这个车子他们还留着。但是年轻一辈的飞车族又出来了，就是经常可以在街上面看到扎街的，你会特别的烦，因为他那个声音会特别的吵。不过他们也讲规矩，他们就是不会在这种社区里面他们这样吵，他们一般是在商店街上面扎街，就晚上的时候出门的时候还把那个行头一换上一个大风衣，然后背上写着天下无敌或者什么天地无用。这个真的不是只是漫画里面才有的，这个是真的有的。我在外面我都遇到过好多次，但是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没有见到过。他们也懂，他们就这里都是住人的位置，你不应该在这里吵，这个规则他们还是懂。我家旁边有一个大叔，就是40-50岁了，他就是那个飞车族。我一开始我以为他对我有意见，就是有一次丢垃圾的时候我碰到他，他跟我说话，然后那个很不客气，然后我就想着说邻居关系还是要搞好嘛。然后有一次我遇到他，我就找个借口就送了他2包我们武汉的那个黄鹤楼的香烟，我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中国的香烟，你应该没有抽过的，来给你试试。然后后来就跟他熟了，然后就发现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就其实也不是什么对你有意见。他后来还让我去他家去看他改的那个车，就他有一个摩托车，还有一个那个面包车改的。那个面包车前面2个大大的汉字写着封神，就很有意思。那个樱花路就在前面了，就已经看到了。其实走到这里就发现了，他这人还挺多的，就是这条道。好多人来这里打卡，但这个路它居然连一个名字都没有，你在地图上面你是看不到它名字的，它就在那个社区旁边。这条路很长啊，这条路有200多米长。按理来说，我觉得这条路是应该给它起个名字的，结果它没有。这来打卡拍照的都是附近住的，离远了他也不知道这里有这条路，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确实是想在社区里面拍樱花，但是是想去前面的一个公园，还真的不知道这里有这样一条路。其实视频里面的感觉你是差了很多，你到现场的话它是更震撼的。我在这坐会喝点水，等一下我朋友他去搞摄影去了，把刚才买的那个饭团子吃了。我就特别喜欢在这种风景好的地方坐一会儿，平时没什么事我都喜欢买一杯咖啡，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里面去喝。我现在这一片离我家就已经有些远了，而且我包里面还有那一袋米，我就准备到前面的一个公交站去坐公交回家，要从这个楼梯上去。那一袋米在背包里面一开始还不觉得，走一段路之后就感觉好重啊。从这里上来前面就有一个公交站，就还挺近的。这边有一个咖啡店，我刚才走过去他家关门了，就是他今天休息没有开门。这边的公交它不像电车，电车是10几分钟一班，公交的话它是半小时一班。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公交的频率高一点，平时它就是半小时一班。这个左下角挂的这个牌子就说明之前肯定有人来这里遛狗，然后没把那个狗的粪便给带走。一般来说是有这种事情发生他才会挂这个牌子，不然的话他是不会挂的。其实有时候就是狗的那个粪便粘在草上面了，然后遛狗的人没有带水没有去冲，他也会挂这个牌子。你看他这里连续挂了2个，那就说明这里真的是有这种事。一般是不会挂牌子专门去提醒的，因为这个本身就很影响美观。他这个牌子挂一段时间就会自己拆掉，就只要没这个事了就会拆掉。这边像这种管理的速度还是很快的，就是只要有一点什么事，他第2天就会挂一个牌在这里。就之前我们这里的那个垃圾站里面，我还看到一个字条，上面就写着请把饮料上面的包装纸给撕下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饮料瓶上面的那个包装纸和瓶盖是单独丢的，那个属于塑料，然后那个饮料瓶是做饮料瓶丢的，你必须要把那个包装纸给撕下来。不过这边的那个饮料瓶的包装纸都是有一个快拆的设计的，就是很好撕。这里的路边它没有路灯，所以它这边有一个规矩，就是晚上的时候你家要在门口留一个灯，就是每家每户都把自己家门口的那个灯给打开。但这个它不是强制的，就是你爱打不打。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后来我看邻居家里都亮着，然后我也就入乡随俗了。
像这种主干道是有灯的，小巷子就没有，小巷子就是靠各家各户自己家留一个灯。有的人家里为了节约电，他搞了一个感应的，就是你走过去的时候它是亮，你没有人的时候它就是黑的。我本来是要坐这个公交回家的，但是我正好错过了一班，那我要等半个小时，那我就干脆再往前面走一点，前面它不远还有一个公交站。这边平时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间它是10分钟和15分钟一班车，然后平时的时间段就是半小时一班。这里前面往底下走，它有好几家那个居酒屋。这里居酒屋是怎么办？就是有些人晚上回来，他不想在家里吃，就不想自己做饭，他就干脆在这里居酒屋里面吃一点，然后遇到邻居就聊两句。有的那个小居酒屋里面还有卡拉 OK， 就还可以在里面唱歌。不过像这边的这种居酒屋一般都是老人去，就年轻人去的也不多。这个是学童注意的牌子，就是告诉你这边有小学生过马路。其实像我还是更喜欢和朋友去市区里面玩。就是有时候玩晚了，我就是坐末班车回来就可以了。你去他这里的居酒屋，你要是和他们聊起来，他这老人就特别喜欢问你，就是问你什么你是老家是哪里的呀，什么你的在这边生活习不习惯啊这些。有时候还给你拿一碟吃的就送给你了，就是问你觉得这个好吃吗？我遇到过好几次，我之前拍视频的时候也有一次是这样的。有一次就是有人跟我聊天，然后就聊到我的老家，然后我说我是武汉的，然后他就说哦他知道。然后他就写了2个字荆州，然后又写了一个诸葛孔明，我就说哦，您喜欢玩三国志啊？然后他就跟我聊了半天的那个游戏，年纪也是50多岁了，就是还是挺喜欢玩游戏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，谢谢大家。